中国是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2%，达到1803.57亿美元。其中，中国对俄出口831.48亿美元，增长2.4%；中国自俄进口972.09亿美元，增长1.7%。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2401.1亿美元，提前实现两国元首确定的2000亿美元贸易额目标。有分析认为，中俄贸易额在去年创下历史纪录，今年可能会再创新高。尤其是两国电商贸易发展迅速，成为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据俄罗斯业内专家预测，到2027年，两国之间的电商贸易额可能增加6倍，达到120亿美元。俄相关统计机构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的在线交易市场中，中国商品几乎占据了一半，涵盖电子产品、服装、化妆品等。几个月前，中国汽车也开始通过电商平台在俄罗斯市场上销售，并且销量持续增长。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奥斯特洛夫斯基告诉深圳卫视，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的合作呈现良好势头，中俄关系的持续向好，经贸保持增长势头，也将推动中俄双边关系行稳致远。Because our forests depended on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Chinese economy. When we use new mechanisms and new levers of BRICS countries through new development bank,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develop Sino-Russian relations. 经济能够提质升级的进行合作的话，那么肯定会为政治合作打下一个很良好的基础。那么政治合作呢，又为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政治环境，能够促进两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的升级。作为此次中俄元首会谈的地点，喀山克里姆林宫也备受关注。在俄语里，克里姆林宫是内城的意思，特指高大钟楼与宫墙连接而成的建筑形式。因此，俄罗斯不少城市都有自己的克里姆林宫。喀山克里姆林宫是当地最古老的建筑群，也是俄罗斯境内唯一一座幸存下来的鞑靼城堡，和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一样，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处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喀山，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贸易交通的枢纽。在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中，习近平提到的万里茶道也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万里茶道是古代中国、蒙古、俄国之间以茶叶为大宗商品的长距离贸易线路，是继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喀山正是这条贸易之路中的一站。如今，当年万里茶道的沿线已开通了发达的航空、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加速推动着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在喀山的中心街道上还有一座俄罗斯喀山茶博物馆。展厅中通过模型重现了数百年前的万里茶道，中国赠送的78公斤中国传统黑茶实物参考标准样茶被视作镇馆之宝。喀山与中国各地市的人文交流也展现出蓬勃生机。喀山与杭州、广州建立了友城关系，并与成都、西安、深圳等围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今年9月，上海与喀山开通直航航线。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中俄元首会晤的同一天，中俄举行了第22轮领事磋商，双方一致同意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积极探讨达成人员往来便利化安排，助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喀山它本身这个城市内就是一个多元文明、多民族交融的这么一个城市，在这个喀山这个平台上呢，我们也可以推动金砖国家的人文合作交流，就是使得这个各国的这种文明呢相互融合，文化呢相互借鉴，形成一种就是合力，能够引领这个全球南方国家还有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这个进一步的这种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习近平主席在喀山与普京总统会谈约1个小时，那您有何观察？中俄合作在喀山这座城市有什么样的体现？两国元首往来频繁，将如何引领双边关系发展？
我们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俄关系一直保持高位运行，即使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在西方国家刻意的对中国进行施压，把俄罗斯放在自己的对立面，进而绑定中国，搞这种大国竞争、战略博弈的情势之下，中国的对俄政策并没有出现转向。之所以没有出现转向，是因为我们在与俄罗斯相处的时候，讲求的还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原则。首先，和平相处对于两个大国，尤其是邻国来说格外重要。中俄两个国家目前我们在双边关系发展方面，应该说有很多的发力点，双方之间经贸合作，包括能源的合作，在进一步的加强，对于两国来说是互利共赢，这是基于国际公平正义的，是任何一方都不能够指手画脚的。那同时，中俄两国进行合作的时候，涉及到国际秩序，并不是说中国偏袒俄罗斯，而是在国际秩序发展当中，大国之间保持关系稳定本身就非常重要。那么同时谈到一些重要的问题，中俄之间进行沟通也有积极的意义。很多西方国家一再谈俄罗斯在核的方面有动作，包括俄罗斯此前呢改变了自己的核原则，好像呢核大战一触即发，但是很少有西方国家会看到在中俄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说得很清楚，核战争打不得，所以他们刻意忽视两个国家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方面，在涉及到核这种危险信号方面所发出的一些积极信息，也刻意忽视中国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同时在经贸合作、具体合作方面有很多的细节可以进行探讨，有很多的项目可以落实。尤其说到喀山，那么很多人关注到这是过去茶叶运经的一个重要的途径，那么同样也意味着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尤其是这种地方合作，喀山和中国的省市一些这个相关的城市也在建立关系。那对于俄罗斯来说，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当中，实现互利共赢是一个基础，双方都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所以双方在推进合作的过程当中，会尽量的考虑到人民的利益。包括我们个人来说，很多的俄罗斯的商品，比如俄罗斯的巧克力、冰激凌，进入到中国的市场，也在丰富中国百姓的餐桌，这些都是双方务实合作的具体的体现。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表示，无法确保会在多哈、开罗或其他地方恢复谈判。这个目标我觉得是很难达成，因为目前来看，以色列可能还没有真正达成100%达成他所谓的目标。第一个是要让哈马斯的这个军事的有形力量这个让它消灭殆尽，包括他的这个武装的士兵，包括他的一些设施，包括他一些很复杂的地道跟指挥体系。第二个，希望能够尽可能去铲除哈马斯的领导者，不是只是台面上的领导者，而是有可能的接班人。那最后，当然整体来看，他希望，当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认为整个加萨走廊必须得符合以色列的安全需求，那这是最棘手的地方。在与内塔尼亚胡的会谈中，布林肯还要求以方公开澄清不寻求实施围困加沙北部的将军计划，但这一要求遭以总理的回绝。所谓将军计划是由以色列退休将领组成的一个团体在9月向以色列议会提交的一份计划，旨在完全封锁和围困加沙地带北部，并控制和阻断人道主义援助流入，来迫使哈马斯投降。而在以军围困之后，所有当地未撤离的人员都被视为战斗人员。那这个应该是以色列所有整体的这个军事作战方案里面的一个部分。